来到我美美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我是李磊律师。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目前比较火热的奥运话题。我们知道很多奥运选手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拿到了奖牌。那通常来讲呢，在他们拿到奖牌的同时，通过不同的渠道，他们也会获得呢一定的物质奖励。比如说，根据呢美国奥委会的规定啊，美国运动员啊取得金牌的话呢，那一枚金牌相应的奖励呢是$37,500。如果是银牌获得者呢，可以获得是$22,500。那铜牌呢就是$15,000，并且呢这个奖励呢是上不封顶的，所以呢，如果你拿到了几块奖牌，那相应的奖励呢就会加到一起。那现在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运动员们获得的这些物质奖励啊，需要呢缴纳美国的所得税吗？答案呢当然是肯定的。我们知道呢，国税局啊，它的关于税务的规定是事无巨细啊，对运动员呢肯定也是不会呢忽略他们的。可以说呢，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之前啊，美国的运动员呢，他们都需要对他们获得的不仅是奖牌，而且呢还包括就是奖牌和奖金，他们都需要呢去缴纳呢所得税。那这个奖牌的就是比较微妙了，因为我们知道奖金呢它是一个具体的金钱方面的数额，那脖子上挂的奖牌呢，其实呢也会相应的折算成奖金。那根据最近的我们说，据说 CNN 呢它是有一个评估的，那根据含金量以及呢它物质方面的价值，我们说一个金牌它的价值目前呢大约呢是值呢$800，那如果银牌呢就是值$450，那铜牌呢是数额比较低了，是$5。所以作为美国运动员我们说在2016年之前呢，他们如果是获得了这些奖励，那他们都要呢把这些奖励折算成奖金，具体的数额要申报到他们的1040表格作为一个就是所得收入申报给国税局。当然后来呢，我们知道一些议员呢实在是看不下去觉得运动员呢当然也是为国家呢争取荣誉，所以呢那他们回来之后去交税呢，就感觉实在还是不是很合适这样的做法。所以呢，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说当时就颁布了新的法律。那如果呢，美国运动员他们一年的总收入如果是不超过$100万的话，那他们在奥运会上获得的奖牌和奖金呢，就可以呢免于缴纳所得税。当然，这是从联邦层面的我们说呢，州法还有一些地方上的税呢，他们还是需要缴纳。这样对于一些我们讲一些新秀这样的运动员，他们的收入还不是很高，那对他们是很有利的。但如果呢已经是很出名的大牌的运动员，因为他们都有不少的商业代言，他们的商业价值呢已经很高了，这方面的优惠呢可以说呢他们享受的比较少了。好，那这是其中一方面。但是反过来讲呢，我们说也要看呢日本东道国，因为呢我们知道呢这个收入为什么呢运动员会有收入，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在东道国参加了比赛，所以取得收入的这个行为是发生在东道国发生在东京。那他们要不要就这些收入呢就是缴纳日本的税呢？我们说日本呢有一些官员已经出来呢就这个问题做了一定的澄清，也就是说外国运动员他们呢在日本比赛所获得的收入呢是不用缴纳日本的税的，也就是呢防止了一个双重征税。那今天呢聊这个话题呢，主要的目的就是呢跟海外的朋友小伙伴们呢进一步的去了解我们说国税局它的税收政策，它的税收政策的规定呢是非常细致的，是方方面面的。所以虽然呢我们不是运动员我们没有去参加奥运会，但是呢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不管是你是要创业，是要成立公司还是呢要设立信托还是要买房子卖房子，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呢，在美国方方面面都会涉及到很多税务的问题因为它法律规定的是非常细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引起呢高度的重视。那遇到问题呢，去咨询呢专业的人士会计师或者税务律师取得他们的帮助。好了，今天呢就跟大家呢分享到这里。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